我明明每个月都给我妈转了8000块生活费，却发现在老家的她竟天天吃着清淡的挂面配咸菜，并且弟媳还在家人群里嘲讽我是假孝顺，就连我爸和弟弟也在一旁护着她。一开始我还觉得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误会，直到我调出银行流水一查，才发现林静，你居然偷偷把我妈的银行卡绑定在了自己的手机上，整整2年时间，把我给妈转的生活费全都掏空了。那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核对报表，母亲的语音消息突然发了过来：年年别再转钱了，你不管转多少都没用，我1分钱都拿不到。我心头一紧，连忙追问：妈，您说什么？母亲带着满是委屈的鼻音，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：我这些日子顿顿都是清水煮挂面，连个鸡蛋都舍不得买。年年你别怪妈总跟你伸手要钱，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脑子里瞬间嗡的一声，整个人都懵了。这2年里，我每个月25号都准时的给他转8000块钱，铁证如山的是，他怎么会说1分钱都没见着？我正想追问，兄妹群里却先炸开了锅。弟媳林静率先甩出一句话：大姐又开始演你的孝子戏码，妈住的那破房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别只会耍嘴皮功夫。紧接着，他又阴阳怪气的补了一句：你当真给妈转钱了？可别到最后又赖在妈身上，说钱是她自己花光的。群里鸦雀无声，没人敢接话。我强压着怒火，把手机扣在办公桌上，又猛地翻过来，干脆利落地截下了整整2年的转账记录，足足24张长截图，每一条都清清楚楚。收款人是周素云，银行卡尾号6616，金额每月8000元，备注全部都是生活费。我把截图甩进群里，冷冷地打字回复道：这是转账记录，自己看。林静几乎是秒回：一张截图而已，这年头谁不会 P 图？有本事你把收款卡号完整亮出来。我没跟他废话，把图片里尾号6616的那一行放大，再次发了出去，反问道：这个尾号6616的卡到底是不是妈的？母亲很快回复：卡是这张没错。可下一秒他又发过来一条消息：可我是真的1分钱都没收到啊！我死死盯着没收到这3个字，胸口像是被人狠狠捶了一拳，闷得喘不过气。卡是他的，收款人也是他的名字，钱怎么会没到他手里？我忽然回想起上次回家，母亲还在用一个漆皮都剥落的热水壶，嘴漏得厉害。当时我还劝他换一个，他却说凑合用就行。现在想来，那哪里是什么节俭，分明是穷得没钱买新的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后在群里丢下一句：我明天就回老家，去银行查个水落石出。随你的便，别到时候把这个家闹得鸡飞狗跳，没法收场。我关掉电脑，抓起外套就往外走。尾号6616千真万确是母亲常用的那张卡，可她却住在破旧的老小区里，穷到连个鸡蛋都舍不得买。这笔钱到底到哪里去了？第2天我赶到老家时，天空正飘着细雨，母亲住的旧楼没有电梯，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。一开门，油烟味和霉味混杂在一起，扑面而来，呛得人鼻子发酸。母亲穿着一件旧毛衣，袖口都起了厚厚的毛球。她看见我，先是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可笑容刚挂在脸上，眼眶就红了。年年你看，妈也不想跟你说这些，可这日子……我只觉得喉咙一阵发紧，缓了缓才问：妈，我爸呢？我爸江景山从里屋慢慢走了出来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直视我。我开门见山地质问道：我每个月给你们转8000块钱，你们的日子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？母亲从钱包里掏出一张 ATM 机的小票，上面清晰地显示着余额37.62元。我盯着那串冰冷的数字，指尖一阵发麻。就是这张卡收的钱对吗？你转钱的就是这张卡，可我去取钱的时候，里面就剩下这么点了。我把那张卡接过来，尾号果然是6616。我抬起头，目光落在我爸身上，他刻意避开我的视线，喉结不自然地滚动着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瞬间沉了下去。他不是不知情，他只是怕我知道真相，故意瞒着我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就拉着母亲去了银行，柜员很快就打印出一叠流水账单，上面清楚地显示每个月都有一笔8000元的转入记录，但几乎在转入的同1分钟，就有一笔7998元的转出操作，而接收转出款项的账户尾号我完全陌生。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急忙摆着手说：我没转过，我连手机银行都不会用，怎么可能转钱？阿姨您看，这里转出渠道显示的是手机银行。我盯着流水单上到账及转出的记录，胸口憋闷得厉害，又问柜员：麻烦问一下，这张卡绑定的短信提醒号码是多少？柜员敲了几下键盘，抬头告诉我是185开头，尾号9274。母亲一下子愣住了，连忙掏出自己的旧手机，那是一部老式按键机，根本不可能安装银行 APP。她把身份证往柜台上一拍：查
你们帮我查清楚，到底是谁背着我改了我的信息。柜员不敢耽搁，很快打印出一张短信，提醒号码变更单，变更时间是去年4月，代办人签名那一栏写着我母亲的名字，然而字迹却尖锐锋利。我眯着眼睛仔细辨认，心里猛地一沉，那字迹分明就是林静的。出了银行，我带着母亲直奔手机营业厅，营业员输入那个185开头尾号9274的号码，屏幕上立刻弹出了相关信息。这个号码是一张副卡，而主卡的持有人名叫林静。我脑子里像炸开了一个闷雷，我妈的银行短信提醒竟然被绑在了弟媳林静的副卡上。我妈僵坐在椅子上，身子抖得像秋风里一片单薄的纸，她喃喃道：念念，静静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没应声，因为我自己也想弄明白她到底凭什么。我叹了口气，还是带着我妈去了医院，神经内科的医生给她做了全套的认知能力筛查，最终结论是我妈没有任何认知障碍，思维格外清晰，不是她记混了，是有人明目张胆的拿走了她的养老钱。回到病房门口，我爸正靠在窗边抽着闷烟，我把银行卡变更单、副卡归属的打印件全都摊开在病床上。爸，你早就知道这件事对不对？我爸的手指猛地一僵，烟头烫到了指腹，他疼得倒吸一口冷气。家里的事能不能别闹大？我死死盯着他，我妈2年没拿到1分钱，你却让我别闹大。我爸终于抬眼，你弟弟的日子过得也难，静静他也不是存心使坏。我脑子嗡的一声炸开，不是存心使坏，把我妈的银行短信提醒绑到她的副卡上，这算什么？我爸狠狠摁灭烟头，你回去问你弟弟，别在医院里吵。我瞬间就明白了，这件事绝不是林静一个人的胆子，我爸的沉默和纵容才是他最稳的靠山。晚上我去了弟弟家，弟弟江晨住在新建成的小区里，一进门就看见客厅摆着崭新的大电视和按摩椅，林静正悠闲地躺在按摩椅上刷着短视频。他看见我，脸上立马堆起了笑容。大姐回来了，银行查出什么结果了？那笑容里没有半分愧疚，只有赤裸裸的试探。我把变更单啪一声拍在茶几上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为什么我妈银行卡的短信提示会绑在你的副卡上？林静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但很快又恢复了自然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妈那个老年机总收不到短信，我怕他被骗，就帮他绑到我这边了，这不都是为了他好吗？我冷笑一声，为他好，他的卡里2年下来余额就剩37块6毛2。弟弟江晨从厨房走出来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姐，你别这么说，妈不会用手机，银行的钱放卡里不安全，我们就帮她拿去做理财了。理财？我目光锐利地盯着他们。你把单据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林静一把将手机搂进怀里，语气瞬间变得强硬了起来。这是个人隐私，你一个当大姐的，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吧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每个月转的8000块钱就能当这个家的主了？我强压着怒火，一字一句道：我不当家，我只想知道我妈的钱到底去哪儿了。林静嗤笑一声：你妈的钱以前不也是你爸在管吗？我们家一直都是这个规矩。我看着眼前的弟弟，突然觉得陌生至极。我没再跟他们争执，转身走到门口。明天把你口中所谓的理财证据拿出来，我们当面对账。你要是不敢拿，以后就别再拿孝道来压我。你爱查就查，别忘了你弟弟也是妈的亲儿子。我用力关上门，脑海里只剩流水单上的记录，每月8000元到账，立刻转出。这些钱究竟转去了哪里？我回到家，翻出那叠流水清单，死死盯着那个陌生的转出账户尾号，发现一连串转账最终都流向了同一个对公账户。星辉有限公司，我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。去年林静曾在朋友圈晒过，配文是弟弟公司周转过来了，终于不用再看人脸色。配图是一辆新车的方向盘，我用笔把那个账户名重重圈起，手心一片冰凉。钱不是被花掉了，是被挪用了，挪去供养别人家的好日子。第二天，我约他们来我妈家对账，我妈把桌子擦得一尘不染，我爸坐在沙发上眼神飘忽。弟弟和林静一进门，林静就先发制人：大姐，你这么折腾，妈的身体能受得了吗？我懒得理他，直接摊开流水清单。这笔钱转到了新辉商贸，这个新辉是谁的公司？弟弟脸色闪过一丝不自然。那是林静弟弟的公司，做生意资金周转一下很正常。我转向林静，资金周转需要把我妈的短信提醒绑在你副卡上，需要到账，1分钟内就立刻转走。你把手机银行打开给我看。林静一把抱住包，态度强硬。不可能，你想看我的手机，这是侵犯我的个人隐私。我拿出自己的手机放在桌上，按下录屏键。行，那你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问我妈银行卡的验证码，她一般习惯用什么？林静下意识脱口而出，她记不住，就一直用身份证后6位。话一出口，她才意识到说错，嘴唇瞬间僵住。
屋子里一片死寂，我妈愣愣地看着他。我的身份证后6位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林静连忙补救。妈，你以前自己说过的。我看着他慌乱又强装镇定的样子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他根本不是帮忙理财，他早就掌握了我妈的验证码、短信接收通道，还有手机银行的登录设备。我收好流水清单，平静宣布：今天先不争执，明天我来做个小实验，你们都必须在场。什么实验？我给我妈卡里转1块钱，看看银行的短信提醒会发到谁手机上，只要铃声在我妈手机上响，我立刻道歉走人。林静的脸色终于彻底变了，像是被人扼住咽喉。你真是个疯子！我目光如炬直视他。你到底在怕什么？第3天，我把手机电量充满，早早开启录屏，不动声色放在桌角，镜头正好对准林静。我妈拿着旧手机坐在我身旁，手指不停捻着裤缝。我爸坐在沙发上，紧紧攥着降压药。姐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连头都没抬，径直打开银行 APP， 给我妈卡转了1块钱，屏幕提示转账成功，整个屋子落针可闻。我妈的老手机一片沉寂，反倒是林静的包里清脆的叮了一声，那声响像一根尖针，狠狠扎在我妈心上。林静脸色瞬间煞白，下意识伸手去掏包，我比她更快，一把按住她的包，别动。她眼神陡然凶狠。你松手！光天化日之下想抢劫吗？我把正在录屏的手机对准她。我不是抢东西，只是想看一眼那条短信。林静突然疯了一样扑过来抢手机，弟弟也伸手阻拦，我妈吓得失声尖叫。混乱中，林静迅速摸出手机，手指飞快滑动输密码，点开短信，找到那条银行提醒，果断删除。我从侧面把她的一举一动拍得清清楚楚，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，声音却愈发沉稳。你为什么要删除？林静气喘吁吁，嘴上不肯认输。你偷拍我的隐私，难道我还留着给你当证据？我把录屏暂停，在她输密码的一帧。你输入的是什么？我妈的短信提醒绑在你副卡上，你还知道我妈的银行卡密码？你现在告诉我，这叫帮忙？我妈脸色白得像纸，看着林静，嘴唇颤抖。林静，你真的把我的钱拿走了？够了，林静，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不过是把钱拿去周转一下，过2个月就还回来。你妈反正也不会用那笔钱，放在那里也是白放。放在那里也是白放，这句话像重锤，彻底击碎了我妈眼里的光。那可是我的养老钱啊！我爸突然捂住胸口，身子猛地一晃，脸色瞬间灰白。我妈惊叫一声：静生！我赶紧扶住他，只觉他手掌冰冷，额头布满冷汗。他双眼死死盯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哀求，似乎求我不要再追究。嘴唇蠕动半天，终于挤出一句：念念，别报警。话音刚落，他眼前一黑，整个人软倒在我怀里。当救护车鸣笛声在楼下响起时，我的手机屏幕还定格在那帧录屏画面上，急诊室的灯光白得刺眼。我爸被诊断为急性心绞痛，需要留院观察。我妈独自坐在走廊长椅上，双手紧紧抱着那个陈旧的布包，里面装着她的身份证、银行卡，还有那张余额只剩37块6毛2的 ATM 小票。弟弟江晨蹲在墙角，把头深深埋进膝盖，肩膀不住颤抖。林静则站在走廊另一头，像只迷失方向的困兽。我走到我妈面前：妈，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理？我妈抬起头，眼圈黑得吓人，却没掉一滴泪，声音很轻，带着沙哑：你爸不让报警，是怕这个家散了。我明白。他低下头，视线再次落在那张小票上，手指先把它捏成团，又缓缓展开抚平。可是这个家要是不散，那受穷的就得是我。我穷困潦倒，你爸卧病在床，你弟弟一家倒是过得舒坦，这算什么家？他猛地抬头，眼神异常坚定。报警！妈，你想清楚，一旦报警，江晨很可能会坐牢的。那他媳妇儿拿走我养老钱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会不会饿死？我重重点头，不再犹豫，拿出手机拨通了110。派出所的陆景鹤很快赶到。阿姨，您确定这张卡是您本人名下，且短信提醒号码被别人更改绑定了吗？我确定。陆景鹤看了眼录屏，这种到账及转出的手法，加上私自改绑短信，是典型的侵占行为。这个案子我们受理了，会立刻申请调取完整资金链路。随后他抬眼看向我，老人的养老钱就是命不能再拖了。我的目光转向林静，她此刻才开始真正的恐慌，冲过来抓住弟弟的袖子，声音尖利地质问道：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姐报警，你为什么不拦着？你妈疯了你也不管吗？我看疯了的人是你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妈的眼泪终于决堤，可这泪水里没有软弱，反而带着灼人的怒火。她一把抹掉眼泪，站起身对陆景鹤说：我全力配合，你们该怎么查就怎么查，不必顾虑。
陆景鹤离开前交给我妈一张涉案回执，我妈郑重把回执夹进布包，小心翼翼放在身份证和那张余额小票中间，生怕一松手，这点希望就被夺走。我爸躺在急诊观察室里，素云，我妈的脚步顿住，却没有回头。景山，你别再拦着我，你每拦我一次，我就要多穷一次。我们刚走出医院，弟弟江晨的电话就追了过来。姐，你现在能过来一趟吗？林静说想当面和你们谈谈。晚上9点，弟弟和林静果然登门了。林静手里拎着一个黑色旅行袋，拉链一扯开，里面是一捆捆崭新的现金。他把袋子砰的放在桌上，眼泪说掉就掉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钱我还给你，你就高抬贵手撤案行不行？我弟弟的公司账户全被冻结了，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，再这样下去，公司就要倒闭了。我妈的视线落在那袋钱上，手指微微动了动，终究没伸过去。林静见她无动于衷，立刻掏出一叠文件，标题用黑体印着调解协议。妈，你只要签个字，证明钱已经还清，这事就算内部解决了。您要是不签，我们全家就真的都完了。我伸手把那叠纸抽过来，直接翻到最后一页。条款里不仅写着退还全部款项，还赫然写着自愿放弃追究任何法律责任，自愿向公安机关撤回报案。最下面的签名栏像一个张着嘴的陷阱。我把协议往桌上一拍，林静，你还钱是应该的，但休想让我妈签这份放弃追责的协议。林静的哭声戛然而止，脸上的悲戚瞬间消失。蒋念，你真要把事情做这么绝？你弟弟的前途，你爸的病，你妈的将来，难道不指望我们？你今天把路堵死，你一个人能扛起所有事吗？我妈终于开口，我指望过你们，结果呢？我卡里只剩37块6毛2。她把笔推回去，这个字我不会签，有什么话你留着跟法律说。好，你既然不讲情面，那以后就别怪我不认这门亲。弟弟站在一旁，嘴唇动了几下，最终只是颓然低下头。门砰一声关，我清楚听见林静在楼道里咒骂：“老东西真是不识抬举！”这句恶毒的话像尖锐的钩子，把我妈这2年积攒的所有委屈和心酸全都勾了出来。她没哭，只是默默把那袋现金推到我面前。念念，这钱你收好，明天交给陆警官，省得他反咬一口说我们讹诈他。我知道这远远不是结束，而是一场更漫长拉锯战的开始。案件正式受理后，林静开始了疯狂的亲情攻势。她先是私下联系我，大姐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我把钱退出来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紧接着发来一张转账截图，说愿意先退还10万块。我盯着那个数字，只觉心头发寒。2年将近20万，他拿10万就像打发叫花子。我直接回复：退钱是你的义务，挪用是你的罪行，这2件事你留着跟法律解释。他的语气立刻转为哭腔：你真要亲手毁了你弟弟吗？他单位马上就要政审了，你让他以后怎么抬头做人？我没再回复。很快亲戚群里炸开了锅，四姑发来长语音：念念，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你这么一报警，不是把你弟弟这辈子都毁了吗？你这孩子心怎么这么狠？当姐姐的不向着弟弟，你向着谁？我看着屏幕上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气得手指发抖。他们嘴里翻来覆去念着弟弟的一辈子，却没有一个人问过我妈这2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我直接把那张余额小票拍了照发到亲戚群里。我妈卡里还剩37.62元，哪位长辈来教教我？群里瞬间鸦雀无声。那天深夜，陆景鹤打来电话，我们已经依法申请冻结所有相关账户，你们最近不要再有私下金钱往来，以免影响证据固定。好，我明白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林静的微信支付就被限制了。她在家里发出刺耳的尖叫：江晨，我的银行卡怎么被冻结了？你公司的账户也被冻了，都是你那个好姐姐干的。不是我姐干的，是你自己做的。我站在楼下，听着楼上传来的争吵，心里没有一丝快意，只有一阵阵沉重。账户被冻结的第2天傍晚，林静在小区门口堵住了我妈。她一看见我妈，眼泪就涌了出来。妈，你们报警，我不怪你们。可是账户一冻结，我弟弟的公司就真的要破产了。工人工资发不出来，债主天天上门，他都想去跳楼了。我妈站在台阶上，手里还拎着刚买的菜，听到跳楼2个字，手明显抖了一下。林静见状，立刻把一张折叠的纸塞进她手里。妈，您就行行好，签个字就说钱已经还了，你也原谅我们了。只要有这个账户就能解冻，您签了字，我们大家就都还有活路。我快步上前，从我妈手里抽出那张纸，展开一看，标题赫然是谅解书，正文末尾还有一句更歹毒的话：本人确认，在此事中从未遭受任何经济损失，此前报案纯属家庭内部误会。别做无谓的挣扎，你再来骚扰我妈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资金链路调取比我想象的快，民警把一份账户打印件递给我，红色标注一圈圈，像剖开一条蛇，每月8000进我妈卡，转出到陌生卡，再分3笔转进新辉商贸。证据摆在面前，弟弟江晨彻底崩了。他抓着头发，声音嘶哑：我以为他是真的在给妈理财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又疼又冷。你以为你问过妈吗？你看过妈卡里还有多少钱吗？
他不说话，眼泪掉在水泥地上。林静在审讯室里还嘴硬，说是借用周转，可民警拿出2年流水，他最后只剩一句：我也是没办法。回到家，我妈坐在桌边，看着那一张张的流水清单，她看得很慢，每看到一笔转出，就用指甲在纸上划一下。她问我：念念，你每个月赚钱的时候，心里想什么？想你们吃好点，别省。我也想你在外头过得好，可我这2年连你赚的钱长什么样都没摸过。我们跟着去银行办理入账，柜员把钱从冻结账户划回我妈新开的账户，打印机吐出回单。我妈的手机忽然叮了一声，她愣了愣，掏出手机屏幕，跳出短信：您尾号6616，账户入账98500块60元。他盯着那条短信，眼睛一点点湿了。念念这回真到我这儿了。弟弟也在旁边看着那条短信，他突然蹲下去，捂着脸：妈，我真不知道你卡里那么少。我妈没扶他，也没骂他，只是把回单叠好，塞进钱包，压在那张 ATM 小票旁边。你不知道，是你不想知道。以后你想孝顺，得先学会看。弟弟抬头，眼泪挂在睫毛上，重重点了点头。那天走出银行，我忽然觉得太阳很刺眼，不是光强，是真相终于摆出来，所有人的脸都得对着他。从那天起，弟弟提出了离婚。他终于发现，他和媳妇站在一头时，另一头绑着的是他妈。离婚那天，林静摔碎了家里的碗，骂我毁了他。我妈没回骂，只把银行卡放进钱包，把一口气放回自己手里。案子只追回了部分钱，不是全额。我妈没再追着哭，她只拿这笔钱做了2件事：一是把我爸的药按时买齐，2是换了一张新银行卡。新卡办好那天，她第一次一个人去 ATM 机，她说：我得学会自己看。案子进入调解和起诉阶段时，我爸却倒下了，脑梗半边嘴角歪着，手指抓不住杯子。他醒来第一句话不是疼，是哑着嗓子：素云，我错了。我妈坐在床边，手里捏着缴费单纸，边被捏得起毛。她没哭也没骂，只说：你错的不是怕家散，你错的是把我当成能一直忍的人。我爸的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。姐，爸这样是不是因为我们报警？我抬头看他，你要怪就怪你媳妇，把钱拿走，别怪报警。弟弟嘴唇动了动，没再说话。我妈把缴费单塞进包里，拉好拉链。钱我自己付，该花的花，该守的守。我看着他，心里一阵酸。他以前最怕花钱，现在学会了另一种怕，怕钱再不见。我爸住院后，银行客户经理打来了电话，说可以帮我们重建账户安全。我带我妈去银行经理，把一摞表格摊开，指着手机银行一栏划掉。阿姨，养老卡建议关闭，手机银行只保留查询功能，转账必须柜台或本人到场，这样短信被改绑也没用。我妈愣了一下，经理又指向动账提醒，可以开双提醒，阿姨手机响你也能收到。App 推送不是监控老人，是防外人。好的。经理把授权变更单递给我妈，阿姨这里按手印，以后任何人来要求变更手机号、开通快捷支付，都必须核验您的证件和人脸，不接受代办。我妈按下红指印，指腹按在纸上，手都在抖。她抬头问经理：那我以前怎么就让人代办了？老人怕麻烦，也姓亲人，坏人最会借这个。我妈沉默一会，把单子收进布包。我不怕麻烦了，以前我总觉得孩子要脸，我就得让。现在我知道，脸是我自己挣的，不是我让出来的。我知道他这句不怕麻烦是拿2年的委屈和37块钱换来的。我给我妈做了3件事：第一，换号，注销原来的手机卡，把银行短信重新绑到她新号码上；第二，分层卡，生活卡只放当月生活费，养老卡不绑定任何快捷支付，应急卡放我这里备份；第三，对账，每月25号我转账后，她必须当天去 ATM 查余额，拍小票发我，她不发我就不转下一笔。我妈听完先皱眉，这么麻烦。我把那张余额37.62的小票放到她面前，这样麻烦点还是这样麻烦。第一次对账，他去得很早，给我发了张照片，小票被他压在掌心，印着余额10236.15元。他又发了一句：念念，我看见了。我盯着这4个字，鼻子发酸。第2个月，他已经会自己核对流水了。给我发语音时，声音里带着骄傲：这次钱没跑了。我笑着回了条信息：对，也不会再跑了。他也笑笑声很轻，却像终于喘过气。我爸躺在床上，听见他笑，眼神也软下来。可我知道，这份软背后是我妈把手伸进了自己的钱包，她不再交出钱换家和，而是攥住钱换自己能活。冬天第1场雪那天，我妈去菜市场买鸡蛋，路面结着薄冰，她拎着菜篮子走得很慢。卖鸡蛋的大娘认得她，随口问：素云，今天舍得买了？我妈笑了笑：买点家里病人得吃点。称完8块9，她摸出生活卡递过去，POS 机滴滴响的瞬间，我妈整个人僵了一下，生怕听见余额不足的提示。
下一秒他的手机真的响了，扣款8.90元。他盯着短信看了3遍，才抬头对大娘说：“再添2个，凑了个整。”回到家，他把短信截图存进相册文件夹，名字就叫这个月。他对我说：“钱花到哪儿？我自己知道，这就够了。”那一刻，我胸口那股一直顶着的气终于松了一点。可我也知道，故事没完，钱追回来是一回事，怎么不再丢是另一回事。案子后续走程序时，社区请我去做宣讲，说最近又有老人养老金被代办，手机银行转走，想找真实案例讲讲。我原本不想去，可我妈把那张小票掏出来，按在我掌心。你别怕丢人，丢人的是拿老人钱的人，不是报警的人。我心里一热，点了点头。我在白板上画了5个方框，用红笔写下整个骗局流程，以代办为名开通手机银行，偷偷把短信提醒绑到骗子副卡，养老金一到账立刻转走，用理财周转当幌子，让老人以为自己记错账。我把各种清单贴在白板上，让在场老人都看清，这不是老糊涂，是有人处心积虑捣鬼。宣讲那天，会议室坐满了老人，听得格外专注。我刚提到副卡，后排一位大爷猛地拍桌站起来：“我儿媳妇前2天就说要帮我绑副卡，收短信，还说我眼神不好使。”这话一出，会议室哗然，社区工作人员连忙带大爷核实。半小时后，工作人员脸色煞白跑回来：“真拦下了，一桩短信提醒确实被改了，钱差一点就被转走。”我只觉一股寒意从背脊直冲头顶，原来我们家的遭遇根本不是偶然。宣讲刚结束，弟弟江晨的电话就来了，声音又冷又硬：“姐，你非得在外面到处说这些事吗？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家出了这种丑闻。”我平静地回答道：“我讲的是骗局流程，不是在讲你。”可别人听完只会戳着我脊梁骨，说我娶了个坏老婆。我淡淡反问：“那你当初为什么就不能多看一眼，确认一下妈卡里到底剩多少钱？”他哑口无言，啪一声挂了电话。我独自站在社区门口，寒风刮在脸上。我妈发来一条短信：“讲完了就回家吃饭，我给你煮了鸡蛋。”看到鸡蛋2个字，我冰冷的心瞬间融化。他终于舍得吃鸡蛋了，无关钱多钱少，是因为他心里有了底，知道自己的钱再也不会不明不白消失。我妈主动提出要学手机银行的安全防护，以前她一听到密码验证码就头大，可现在她端正坐在桌前，拿小本子认真记。短信提醒必须是自己手机号，副卡绝对不行，转账要设上限。我一步步教她设置登录保护、解绑 App。您不是傻，是有些人伪装的太好了。他盯着单子看了许久，忽然抬头问：“念念，你爸是不是还在怪我当初非要报警？”我抬眼望向卧室，父亲躺在床上慢慢翻身，他没睡着。我轻声说：“他不是怨你，他是怨他自己。”那天夜里，我爸用沙哑的嗓音开口：“素云，我当时是怕这个家散了。家要是不散，你就得先把我给散了。要是我散了，你们父子俩的日子也别想好过。”第2天，弟弟江晨来了，他在医院门口徘徊许久，给我发来信息：“姐，我想进去看看爸，也想跟妈说几句话。”我把手机递给我妈，我妈沉默良久，紧接着回复道：“可以来看，但有3件事提前说好。第1，不许吵架；第2，不许提钱；第3，不许带任何人来，签什么字。”好。看着这约法3章，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稍稍落了地。原来一个家想要不散，靠的不是无底线忍让，而是清清楚楚的规矩和边界。江晨来探望那天，手里提着1箱牛奶、1袋苹果，僵硬站在病房门口。最终还是我妈先开口：“坐。”妈，对不起。我妈没说没事，只是从钱包里摸出那张 ATM 小票，轻轻放在床头柜上。她看着江晨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这张条子我现在每天都要看一遍。你如果真心孝顺，就别急着跟我说对不起。你该做的是让我以后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看到他。”妈，我知道了。走到门口时，她回头看向我，迟疑地问：“姐，我以后能不能也每个月给妈转点钱？”我反问：“那你转账的时候备注打算写什么？”她明显愣住了。这时我妈替她回答：“就写妈签收。”江晨重重点头，他似乎在这一刻才真正明白，这3个字不是矫情，是一道必须建立的防线。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出租屋，第一时间打开手机银行，修改了下个月给母亲自动转账的设置。以前我总在备注写生活费，我一字一顿敲下妈签收。没过多久，我妈就发来一张短信截图，清晰显示 XX 银行您尾号6600的账户入账人民币8000元。紧接着她又发来一句话：“这次是我自己的手机响了。”我盯着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鼻子猛地一酸。以前每个月转账我都提心吊胆，生怕钱石沉大海，而现在我终于可以安心了。